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。上一次呢，我们学到了修止的资粮。止的资粮有几个还记得吧？有6个。第一个呢是安住于相顺的环境，相顺的环境是具足几个功德呀？5种。那么上一次呢，我们学完了前2个功德。第一个功德是什么？易于获得，也就是呢不费力气的就会获得衣食的。然后第2个功德是什么？处所贤善，也就是呢修止的地方没有猛兽呀，还有凶残的众生，也没有仇敌住在那里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学习，请大家翻开广论346页，然后第5行，有找到行吧？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一起看原文。地土贤善，为非引生疾病之地，伴有贤善，为具良友戒见相同，具善妙相，为日无多人，夜静生寂。那么第3个功德呢，就是地土贤善。地土贤善是指什么呢？就是不会引生疾病的地方，这就是呢地土贤善。像就说比如说有的地方太潮湿了的话也不行，然后太过寒冷也不行，太过就是暴热，这个可能就是如果不是那个地方的人，然后去了一个暴热的地方，可能就很容易生病。所以地土贤善呢是指不会引生疾病的地方。那么第4个功德是伴有贤善，看一看伴有贤善肯定是讲修定的伙伴。大家会想说修定还有伙伴，不是一个人在山上，是要有伙伴，说具足戒律与知见相同的这样的友伴，所以呢称为伴有贤善。看看它是戒律和知见都一样。那么具足戒律和见解的相同，这里的见解有没有想过是指什么呢？是不是指空性见呢？此处呢主要的是不是指空性见，此处主要是指世间的正见。什么是世间的正见还记得吗？就是业果见。这里呢没有说要很多友伴，而是呢有的上师说要1、2位具有贤善的戒律，然后在见解上也相同的友伴待在一起的话，就会有好的缘起。所以这就是呢伴有贤善。从这点呢也可以看到说，平常在寺院里跟僧人共住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他们呢都具足戒律，见解相同。那么在掌中解脱中呢也有这样说出夜行者呢离开友伴是很危险的。然后以前也听说过说出家人离开僧团呢是很危险的，上师也这样说一定要居住在僧团里边。那么出夜行者离开友伴是危险的，法友就要求要法友，法友呢不能少于3位。所以如果见行一致的话呢，多行不行啊？当然也无妨。关键是呢不论多寡，法友，什么叫法友？要能够在我们可能出现一些不如法的或者失念的地方，至少法友应该要能够给予警告的眼神，就是你这样不太对了。然后我们的法友不是放荡不羁之人，就是要选择那种戒律贤善的这样的友伴，见解相同。那么下一个什么？第5个功德了，对吧？第5个功德是什么啦？看书，对，具足善妙。具足善妙是指什么呢？它就涉及到时间了。比如说白天它没有人群喧闹的声音，
就是人不是特别多。现有的住处的靠近游乐场啊，或者靠近一个什么地方，喇叭车的各种声音，那个是没办法的。所以白天没有人群喧闹的声音，那夜晚呢也要宁静无声，还要没有河流的声音，还有风声，吹动树林的风声就是很大吧。还有这里边有上师讲到说，狗吠声也是被狗，因为狗会突然叫，可能会吓到修定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修定的这个具足善妙呢，也是有这么多的要求，因为你住在这样的地方才比较容易修定。所以夜晚没有湍急的水声、风声等许多声音的地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有许多声音都发出来的话，大家知道声音在禅定来说，声音是等持之次。在修奢摩他的时候，如果周遭发出声响，哇，会使修行人内心动摇，无法安住，是很大的障碍。这5个功德是出自哪里呢？接着宗大师引了《经庄严论》，我们呢再往下看。如《庄严经论》亦云：聚会修行处，善得贤善处，善地及善友，于且安乐具。那么这一段是在讲什么呢？《经庄严论》中呢也这样说具足智慧者修行的环境是善于获得，处所贤善，地域良好，友伴良好，而且具足于且安乐的字句。那么在博朵瓦大师的弟子慧金刚他所写的《欲法宝具详解》中也有说过，他说上师说，注意啊，上师说举例子了，譬如呢，到一个未曾去过的市集，比如说很多商铺的地方啊，商人聚会的地方，或者大戏台，然后就算呢再怎么认真，也会被逛街这件事迷住。然后呢，到了晚上发现呢丢了东西，有的人甚至丢了所有的东西。同样的，我们出发业者住在众人聚会或特别散乱的地方的话，就是以前稍微思维的那些用功的地方，也就会容易失去，也会失去哦。那个时候呢，再怎么认真，也将在散乱的路上空度了人生。因此呢，乐于在人群中并且爱找事儿的人，难有善行，其中呢更难有静虑。有没有发现在修定的时候，上师的要求是这样的，就是真的不能老特别去热闹的地方，特别的散乱，这样的话就没有时间修定了，也无法专注。那么呢，接着我们再往下看原文，就是2少欲，无增上贪众多上妙法衣等事。3知足，但得威廉法衣等物，常能知足。4断诸杂物，皆当断除行贸易等诸恶事业，或太亲近在家出家，或行医药算星象等。那么解释一下呢，就是第2个是什么呀？是少欲，是指呢不要过分的贪着上等或者众多的法衣等等。那么第3个呢是知足，是指仅仅获得粗劣的法衣等，就能够常常的知足。那么第4个呢是完全舍弃众多的事物，是指呢完全舍弃什么买卖贸易等下劣的行为，以及呢与僧俗呢太过亲近，或者呢从事医疗与历算这种，就是说算卦呀，然后看病啊等等，从事医疗，这些呢都是修定的人应当要舍弃的。因为一旦做了这些事情，应该是没法专注于所缘的，对不对？所缘太多了。所以杂物呢是什么？比如说进行买东西卖东西，然后还有一些不好的事业，
然后还有呢，这个交友太广泛，有太多的在家和出家的朋友跟自己相处，然后这样的话呢，就会比如说就会闲谈啊，然后在聚会啊，然后还免不了可能对谁品头论足，然后有些人呢沉溺于算命啊，然后给人算卦呀，这些全部都是要断除的，在修止的资粮上。那么呢，对于我们修学奢摩他的人来说，必须呢要远离世间的买卖呢这些行为，真的跟居士或者出家人、出家法师都不能过度的亲近，因为修止几乎是一个隔绝的状态，尽可能的隔绝跟他人的往来，因为它是一个心与善所缘上要专注的一件事情。要是老是跟人打交道，就没法专注在内心的善所缘上。大家有没有听清楚？然后发现了，哇，这么多要求，大家听了之后是跃跃欲试呢，还是心又退怯了？不管怎样，还是要对修止发起很强的希求心啊！因为虽然要求是蛮多的，但是得到了止之后，也是实在是令人神往。因为得到了止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修观啊，得到止观双运啊，就可以用那个很强的力量去切断生死轮回的根本，直持着那个空性剑，对不对？这还是非常非常令人期待的。今天就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